下车。哎，李彦俊，你怎么了？你别耍花招，快！李彦俊，沈队，沈队，李彦俊这边有情况，口吐白沫，浑身抽搐，人已经昏迷了。幸亏你们送来的及时，现在病人基本稳定下来，但是并没有脱离危险期，各项指标都有异常。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们已经做了全面的检查，发现并没有任何诱因，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但是就他的情况来看，感觉并不像是装的。那会不会是因为毒品啊？这个我们已经做过了测试，阴性。这个人很重要，一定不能出事。我知道沈队，我已经把他的病历交给了 Dr. 吴，他是这方面的专家。听了他的情况之后，非常有兴趣，会给他再做一次全面的检查。Dr. 吴，对 ，Dr. 吴是美国著名的神经科专家。我们医院和美方医院有一些交流合作。这一次，他在国内大概会待2周的时间。谢谢，辛苦了。不客气。我会队里报告一下情况。既然已经到医院了，你们2个也做个全面的检查吧，防止万一。好的，沈队。我先回去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我们的人在李彦俊活动的范围内搜了个遍，也没找到任何线索。李小雨也不清楚，王坤成用他的名字到底存了些什么东西。不会已经到极乐鸟手里了吧？不可能。李彦俊很谨慎，他知道那些东西是他唯一的筹码，他一定会亲自保管。你有没有觉得刚才那个医生说过的话很耳熟？你是说跟廖思睿的案子很相似啊？因为2个人身上都没有物质残留。王坤成的试管化验结果出来了吗？还没有，不过应该快了。怎么了？我怀疑极乐鸟对李彦俊还留了手。如果真是这样，你说我该怎么面对我老师？你现在能跟我说说，为什么李彦俊一直一口咬定是你杀了他父亲吗？那天我跟老师约了在码头见面，路上有点堵车，我耽搁了些时间，但我怎么打电话都打不通。然后等我到了现场，现在想想，其实这一切早就是设计好的圈套。案发前1天，我手机莫名其妙就丢了，后来警方找到我，说我的手机就是引爆炸弹的信号源。那后来呢？警方因为证据不足撤销对我的指控，但李彦俊却坚定不移地认为我就是杀害他父亲的凶手。李思南是我的老师，但我对他的感情就像亲生父亲一样。是他和李彦俊把我拉回了正常人的生活，我怎么可能害他？
甚至无数个夜晚，我都会想，要是我也死在那场爆炸案里就好了，李延俊就不会变得那么偏执。相信我，咱们一定会找到真相的。这是怎么了？用不着了。死者因炸弹爆炸受到强烈的冲击波震，冲击波前后有着压强温度上的跳跃改变。一个巨大的动压突然加到人身上，身体会随之产生应变，应变大到超过人身体的承受能力，因而就会骨头折断、肌肉拉伤、内脏位移等等。冲击波造成的强大动压会让人产生平动，也就是俗称的飞出去。强大的加速度会对人的内脏产生2次伤害，而高温产生烧伤。被冲击波正面冲击，脾脏最易受损，大出血死亡。其次是肝脏，也是大出血。真的是你吗，薇薇？是你救了我啊，薇薇！这一定是上天注定的缘分，让我们在一起。薇薇，答应我跟我在一起吧。你给我松开！啊？不是，我们在一起。在一起。薇薇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骗你，但是我没有办法，因为我太喜欢你了，我想跟你在一起。吃饭吗？为什么掐？还有，我告诉你，你下回要是再敢这样的话，我一定亲手送你上解剖台。薇薇，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，叫做《要死也一定死在你手里》？你给我赶紧的！你不喂我是吗？我打死你！我现在还总是觉得哪个地方不对劲。给我！左哥。啊？穆教授呢？不在啊？怎么了？啊，有个资料要给他，他没在就算了。你给我也一样啊。什么东西这么神秘啊？我看看。啊，那个英国那边把李彦俊的资料发过来了，不过。主要是化学研究所之前的一些老资料，还有一些照片。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给你发过去。好，谢谢你。老师，你明明人在国外，为什么会对国内的案件分析得那么透彻？或许是因为我毕竟是华人吧，对于中国人的情感更能感同身受。情感？
在案件中，虽然被害人的人际关系有文化差异，但最重要的不应该是作案嫌疑人他的动机和方法吗？就比如说上锁的房间，即使房间内的陈设不变，只要把锁打开了，门自然就打开了。其实，开房间的锁简单，难的是怎么样打开人心的锁。这个以后你慢慢就会懂了。老师，你真的是很厉害，对那么多科目都有所涉猎。您对于锁和安全系统的研究，心理学在案件分析上的帮助，甚至于化学、物理，你都有所建树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其实研究所纯粹是个人的兴趣爱好，其他方面吧，全而不精，谈不上什么建树。这个人叫李思南，我想问一下，他是不是你们研究所的第一批研究员？这个我还真不敢确定。不过，我可以帮你查一下第一届研究员的名单。稍等，谢谢。名单里并没有人叫李思南，但是你看一下，这是当时所有人的照片。你看一下这个人，他和你要找的李思南是不是有一点像？没错，是有这么一个人，不过是个失踪人口。失踪人口？对，资料上说这个孙启明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化学研究所工作，但3年后就忽然失踪了，下落不明。那具体是哪一年？我刚查了该辖区那一年的所有档案资料，有一位警察因公殉职了。因为什么案子？案宗上只写了时间、地址，是因是精神病人袭击。奇怪，这件事情怎么只写了这么点儿？我听他妈妈提过一次，他爸爸好像是在一次精神病医院的恶性袭击事件当中因公殉职的，但是具体是因为什么我也不太清楚。那个警察是不是姓岳？你怎么知道？叫岳卫国，当时他有个2岁的女儿。该不会就是岳琪吧？行了，我知道了。木夏，你骗我！你早就知道铺里是李思南，对不对？是李思南给岳琪买的船票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在没搞清楚这2个人真正关联之前，我什么都不想说。整件事情有巨大的隐情，我自己会调查清楚。你又要自己去调查了，你要自己调查所有的事儿，你能不能不要总是一个人去面对所有的问题啊？因为我不想你陷入危险之中。你能听见了？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恢复听力的？你怎么都没告诉我啊？我刚才说的那么多话，你都听见了吗？我现在说话你也能听见吗？我听得见。你刚才问了那么多问题，希望我从哪一个开始回答？从什么时候开始恢复听力的？旋转的房间。我喜欢你，木夏，你能听见吗？怎么样啊，大夫？他耳朵是不是已经好了呀？他以后是不是就都能听见了？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他了。
其实他的耳朵的生理功能并没有任何的问题，他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听不见，而是因为受到了精神上的创伤，形成了功能性的听觉障碍，是他的潜意识里头拒绝听见声音。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是他的听力恢复了，这证明造成他听力障碍的精神压力得到了缓解。这其中，家属对他的关心是功不可没的。那他以后还会再出现失聪的状况吗？这一点，我只能说可能性很小，但是并不能保证啊。哦，那就是说，还没有完全治好，是吧？哦，那就要看他的心理机制的自我调节了。一般来说，如果不再经受重大的精神创伤的话，就不会再诱发。但是，如果再次诱发了，那可能就很难逆转了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啊，我高兴。不行啊。我不告诉你，是怕你希望落空。那你为什么一个人去查科研所的事儿？我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不用，有些事情必须我自己去确认。真的，木木的耳朵能听见了，这得庆祝一下呀。但是现在还不确定是暂时的还是以后就完全恢复了。啊，那岂不是还有可能又听不见？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？再想别的办法呗。我再尽量想办法呗。木嫂好。你要不是因公受伤，我打你个生活不能自理，你信不信？你这个女人怎么那么暴力呢？你就不能像我们家微微一样学习啊？微微一笑很倾城。微微跟我半斤八两，我们家微微，革命终于成功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是谁呀？赶紧让你们家那根木头好好跟我学习一下，我不收学费，好吧？学个屁！少嘚瑟啊！我告诉你，小心乐极生悲。呸呸呸！乌鸦嘴呢你？你这就是赤裸裸的嫉妒。不过你们俩真是天生一对，一个一言不合就动手，另外一个平时不开口，开口就骂死人呀。木夏骂你了？啊，不过也确实是我的问题。我答应了他要看好你，结果还是出事儿了。要不是我提前离开，也不会让李延俊有机可乘啊。但是你都不知道，我从来没见过他发那么大的脾气，那给我打电话一顿骂呀，叭叭叭叭叭，耳朵都骂聋了。这事儿跟你又没关系，他骂你干嘛？你是不是情商太低了？木木这个人，平时表面上看起来特别的冷淡，但心里其实特别的在乎你，千叮咛万嘱咐的让我看好你，结果还是出事儿了，他能不骂我吗？哎，正常，我原谅他了啊。你来有什么事情吗？我是想问一下，月姬当年出事之前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？比如见过什么人，或者有没有什么特殊关注的事情？你问这干嘛？
你是秦总南的朋友，为什么对琪琪的事儿这么感兴趣？因为我听左曼说，岳琪的父亲是因公殉职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的母亲也死于精神病院的那场事故。听说还死了一个警察呢。不只是这样，我还听说死了好几个医护人员。这么说，你母亲当年是那精神病医院的护士？对。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详情我知道的并不是很多。那天晚上，有几个精神病病人发病了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到处咬人，谁也拦不住。琪琪爸爸接到报警就过去了，没想到第二天我过去的时候，都认不出来是个人。那那些病人为什么发病啊？不知道，后来也没查出什么问题来。我想看一下岳琪的房间。岳琪有学过化学吗？没有，之前我也问过他，说是打官司要用，还不让我多问。您还记得是哪个官司吗？不知道，他工作的文件我没舍得扔，都在这儿。同江肥皂厂。这个人有没有找过王坤成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他是个律师，负责厂里的事故赔偿公诉案，按照流程走访过师傅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在那之后他就经常过来。有一次，我还看到他跟师傅大吵了一架，不过再来，师傅对他还是很好。他们为什么吵架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只是前后那段时间，师傅总是晚上偷偷的在房间里面做实验。我问他，他也不肯说，只说如果实验成功了，就可以减轻他的罪孽。这是我能查到的所有资料了。当时化研所只有柳胜男这么一位女性，据说离职以后出了国，但她本来就是单亲家庭，母亲病逝以后就没了音讯，最后只能做失踪处理了。还有别的照片吗？年代太久远，唯一留下来的就这么一张合影。可是这张照片又看不清脸，光凭这张照片不能确定是不是王坤成。不过现在能确定一点，李思南就是孙启明。李思南是孙启明，他的鲁班锁是王坤成的保险柜密码，所以他们俩肯定是认识的。他俩原来在同一个化验所上班，当时化验所只有一个女的，所以……穆教授，怎么了？有没有可能柳胜男就是王坤成？出来了，那检测报告出来了，应该是一种精神类药物。按照成分来看呢，应该是抗抑郁症的，跟你们上次送来的致幻剂化学是非常接近，但却是一种进阶的、更复杂的药物。那如果把药物的分子式稍加改变，是不是就会变成毒品？
可能性非常大。我们对这类药物进行了生物体试验，那12个小时之后，你们看，12个小时之后，这只小白鼠被吃掉了。对，而且活下来的这只，它的听觉区域和视觉区域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，说明这粒药剂不仅有致幻反应，而且后果十分严重。对了，我们发现这类药剂呢，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一般的抗抑郁药，它由于会阻断多种递质受体，例如乙酰胆碱 M 受体，可能会出现口干、视力模糊、窦性心动过速等等的副作用。而这类药剂呢，它没有任何副作用，在被人体吸收之后呢，也不会产生对人体有任何不利的代谢物堆积。也就是说，这种药能被人体完全代谢，根本检测不出来。是，像幽灵一样。王坤成是一个化学天才，他发明了一种抗抑郁药，副作用极大，但只要稍微改变它的化学分子式，就会变成一种类致幻剂。这就是为什么吉乐鸟定它的原因。他知道这件事情很危险，然后就把分子式交给了李小雨，放在银行的保险柜里，然后把柜号以鲁班锁的形式交给了岳琪，岳琪又去英国找了李思南，发生爆炸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李思南知道密码？为什么李思南隐姓埋名那么多年，当时牵扯其中的人都已经不在世上，他还会被人找到？为什么？陆夏，你怎么了？我原先一直不明白，极乐鸟为什么要针对李思南和岳琪这两个完全没有交集的人。原来他们的交集就是我。就是我的母亲。当年的事儿，你和岳琪都是受害者的孩子，你们两个手里都各握着一半的真相。这一切不可能都是巧合，所有的巧合都有原因。如果王坤成就是柳生南，那么他发明的这个药就是当年精神病院事件的关键原因。而作为参与者的孙启民，就是整件事情的始作俑者之一。如果李思南真的是孙启民，那么他对我那么多年，完全就是在赎罪。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！但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李思南杀了岳琪。我相信你说的。但是为什么？为什么柳生南研制了药那么多年，他还没有面世？当年这个药又是怎么流入精神病院的？极乐鸟又是怎么知道的？木夏，你别再想了，你别再逼自己了。你知不知道，如果极乐鸟拿到了这个分子式，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？现在最重要的就是，这个王坤成他到底是谁？他的真正身份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已经在查柳生南的亲缘关系了，很快就会有结果。
我相信真相已经离我们不远。喂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李延俊醒了。还活着呢。保险柜里的东西在哪里？听不懂你说什么，哥。别叫我哥。你还记不记得我爸当年给咱们布置的家庭作业？一大堆密码破解题，记不记得？李延俊，都到这时候了，还装呢？怎么办？你觉不觉得咱俩是天生一对啊？你最好的朋友岳琪和我爸死在同一场爆炸里，是不是缘分？我真该一直把你留在我身边。保险柜里的东西在哪里？里面是不是致幻剂？你知不知道极乐鸟是做什么的？这些东西落在他们手里是什么后果？你想过没有？啊！真不知道老师怎么会养出你这样的孩子。你怎么就这么讨厌说我爸？我最后再问你，保险柜里的东西在哪里？有本事你杀了我，否则我让你身边的人一个一个消失。中了他的圈套，没上他的当，你们俩先把他带出去吧。你还好吗？我刚才演的像吗？嗯？接下来就密切监视李明俊，我估计极乐鸟马上就会有反应。网已经铺好了，接下来就等着他们自己跳进来。就按你说的做吧。另外要严密监控李延俊，不能让他有可乘之机。是，沈队。你也不要有太大的思想压力了，回去好好休息一下，急也没用。谢谢。你爸爸的手术是什么时候？后天。要不要我陪你？好啊，爸。别紧张啊，睡一觉就好了，我就在这儿等你啊。大夫，等等，小夏在吗？我在。小夏，慢慢看着胆子大，其实特别杞人忧天。就拿我这次生病还有做手术来说吧，他肯定特别害怕。你答应伯父，以后你要多照顾他。您放心，我会的。哎，爸，你别瞎操心了啊。大夫，我们进去吧。加油，爸爸！加油！加油！
别太担心了，不会有什么事儿的。怎么了？柳胜男的 DNA 结果出来了，柳胜男和王坤成是同一个人。看来咱们之前猜测的是成立的。尚科长还有新的发现，和李延俊有关。啊？那你赶紧去忙吧，我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就行。你一个人可以吗？嗯。你有事给我打电话啊。你保持联系。我们找到柳生男当年的物件，从上面提取了 DNA 信息，与王坤成的进行了对比 ，STR 基因座全数吻合，可以认定王坤成就是柳生男。这和李延俊又有什么关系？在搜索对比王坤成 DNA 数据时，我们发现他与一名男子的血缘关系极为相近。在对比了二人的 STR 分型之后，发现王坤成被检测的遗传基因符合作为此人亲生母亲的条件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找到了王坤成，也就是柳胜男的亲生儿子。这个人就是李延俊。喂，我有当年极乐鸟在游轮上的证据。你是谁？先采个血，做个检查。哎，你怎么拿绿头管给病人抽血？肝素会引起白细胞聚集，这样的话怎么查白细胞指数？可是吴医生说……啊，没事儿，就按刘医生说的做吧。嗯。请进啊。吴医生，刘医生找您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嗯。你可真烦，这么爱演兄弟情的戏啊！老师的死和极乐鸟有关。你以为把所有事儿都推给极乐鸟，你就没关系了？
你不是要证据吗？证据摆在你面前了，当年就是邬晓东告密给英国极乐鸟，极乐鸟才实施的邮轮爆炸案。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？沈队，来探视李延俊的人，我们都严格检查过了，不会有人动手。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。联系2队，请他们支援。另外，对所有接触过李延俊的医务人员进行逐一排查。是。孟教授怎么样了？他在李延俊抢救的时候就走了，也没说去哪儿。走了。稍后我们会做一个集体的会诊。哎，刘医生。哎，吴医生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 Dr. 吴。哦，美国回来的吴医生。对呀，侬好，侬好，侬好。这位是刑侦队队长王大柱，但是我不喜欢别人叫我大柱，叫我王队好了。啊。行，那你们先聊，我先去忙了。我想就早些时候啊，你们对李延俊的会诊啊问一些问题。没问题啊。我们对他做了所有的检查和分析，但是没有找到发病的原因啊。如果你们想问具体情况的话，我们可以做更深入的检查。嗨，我问点别的问题好了啊。今天早上是你们给李延俊抽的血啊？对呀。那抽血的时候是不是你让护士，用的绿头管？啊，对呀，因为我发现患者有点凝血异常，我要给他做一下血流变的检测。那为什么最后又换成了蓝头的？那是刘医生让换的，刘医生想给他做一下白细胞的检测。我认为先做白细胞检测也没什么冲突啊。不过我这么做有什么问题吗？还没什么问题，随便聊聊的。你刚才去哪里了？哦，我这2天加班没休息啊，我去朋友家吃了个饭。不，王队，你到底想问我什么呀？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。哎，没事情的，我们走个流程而已的啊，不要太紧张。嗯。行，那不打扰你了啊，感谢。只是最近啊，你要暂停对李延俊的治疗。
这李先生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暂时不方便透露，你晓得的。好，了解。你问到什么线索吗？这个刘医生和这个小护士啊，都坚称自己不知情，但是根据血样检验，李延俊的体内含有大量的芬太尼成分，而这个小护士又是最后接触李延俊的人，但让小护士换针的又是这个刘医生。芬太尼，有找到作案工具吗？只找到第一次插入的绿头管，验了以后什么都没有，关键是蓝头管不见了。一定是被凶手处理掉了。是的呀，根据监控显示，刘医生和小护士一直都在医院，他们有足够的作案时间，这个情况对他们很不利的。这次是我们队疏忽了。哎，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，我们要想办法把问题解决掉。老三啊，你不要太自责。爸，你醒了？新东，新东，认识我是谁吗？手术非常顺利，这个不用太担心。一会儿呢，给你打点止疼药，多睡会儿。谢谢您啊，于大夫。不客气啊，再见。水，我要喝水，妹妹。大夫不让喝水，我拿棉签给您蘸点好吗？我要喝水。等一会儿啊。我要喝水。哎，青总，你醒了？我要喝水。啊，好。哎，秦小姐，有你的快递。快递？嗯。谁寄的呀？不知道，上面就写了你的名字。你拿这个棉签蘸点水，给我把嘴唇上抹一点。哦，好。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醒了。我早该想到 ，Dr. Wu 不是吴医生，是巫医生。确实是个聪明人，不愧是孙启明带出来的学生。保险箱里到底是什么 ？PT707。类致幻剂。对呀。你是想问我当年的事情吗？
当年的事情，说来话长，但是我今天不赶时间，我可以跟你慢慢说。首先，我要告诉你，这一切是个意外，你相信吗？你干嘛呢？啊，盛楠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你这弄什么呢？这么难闻。哦，没事儿，我就是闲着没事儿做个实验。我实验数据采集完了，看看你干嘛呢？我试一下能不能从普通药物中提取一下甲基苯丙胺，做个反向实验。切，这有什么难的？能行吗？盛楠，你太牛了啊！你就是个天才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做到的？就只是个试验而已，我是不会告诉你我是怎么提炼出亚甲二氧基苯丙胺的。想什么呢？哎，什么亚甲二氧基苯丙胺？盛楠，你们在干嘛呢？别瞎闹啊，那可是毒品。别激动啊，我就是做个试验。那也不能做毒品啊！盛楠，你不是说过咱们搞化学的必须有底线吗？放心，纯粹只是做个实验，被他带的好奇，试一下而已。太可惜了，盛楠，你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化学家，说不定还能得个诺贝尔奖什么的啊！哎，这样，为了支持你，我决定一块儿参加这个课题。我跟所里研究一下，我们来个跨所联合实验啊，一起研究抗抑郁药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啊。应该还差一组临床试验数据。过几天我跟陈医生去要一下。行，那我先把论文润润色吧。行。我们已经没有写这篇论文的必要了。为什么啊？我觉得我已经找到了完美的精神类药物。啊？真的？我已经做了药理分析和毒理分析，没有任何问题。盛楠，你太棒了你！我们在动物身上反复实验，记录了大量的数据进行分析，没有发现什么不妥，只差最后一项临床实验。如果成功了，会给多少患者带来福音啊！这个实验是科学进步的必经之路啊！不行，你在想什么呢？这也太扯了吧！啊，反正我告诉你，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
你就忍心看着盛楠的前途因此而受到影响吗？啊，她作为一个女人，得到社会的认可是多么的不容易，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啊！如果这个实验没有一个好的结果，她的下场是什么？你难道不喜欢她吗？你好好考虑一下。请进，请进。哎，陈员你好，是我。小曾啊，哎，好，你是来拿领导述职单位吧？哎，是。走吧，去我办公室拿。哎，要不您先忙着，我等一下也没关系。哎呀，不用不用，重要的是啊，你不拘于这一时嘛，对吧？好，走。后面发生的事情谁也没有想到，我也没有想到会，他明明数据是他没有问题的。PT707不会在人体内残留，你们什么都检测不到。对呀，所以谁也没有查到有问题啊。就在我认为这件事情马上就要过去的时候，孙启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盛楠，他以为他是谁呀？你的良心不会受到谴责吗？那么多人因你而死，他们都是无辜的人。我的母亲，岳琪的父亲，他们都是被你害死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你是想让我给你道歉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人都是自私的，不然不会在我销毁了所有的证据和实验数据之后，这两个人先后都消失了。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？这么多年，你一直惦记着 PT707，就是因为你知道，只要稍微改变它的分子式，就可以制成一种新型的致幻药。所以你才跟极乐鸟合作。孩子，你知道甲基苯丙胺的市场有多大吗 ？PT707就是他们的一技绝杀，可以创造非常非常多的财富。面对这么大的诱惑，你不动心吗？我一直不明白，当年你不是深爱着柳生男吗？你怎么忍心下狠手？我只是喜欢他而已。可是柳生男他不是我杀的。你们到底有多少人？好了，这不是你该问的问题啊！你想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了。现在我问你，他在哪儿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不要跟我装不知道，只有他在那种状态下，舍弃你也要拿到书。
哎，左哥，您怎么回来了？你能联系上穆夏吗？穆教授怎么了？我联系不上他。微微说他昨天去医院找过李延俊，是吗？对啊，李延俊昨天犯病了，可医生抢救的时候，穆教授就走了，后来没回来过。李延俊是不是跟他说什么了？不知道，是真不知道。昨天我跟小罗去找医生了，没注意他俩聊什么呀？哎，不是。你看一下他的听觉跟视觉，应该说都很正常啊。小梁，而且他的，哎，左哥，来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吴医生，之前负责李延俊病情主治医生之一。这就是我们刑警队的秦佐曼警官。哦，秦警官，你好。你好，吴医生。李延俊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找到确切病因了吗？我已经不能再接触这个病人了，对不起。所以你问我的问题，我没法回答。小伙子挺年轻的，假如说醒不过来的话，有点可惜。你们还有事是吧？那你们先忙着，好吧？我先忙去了啊。你说怎么会用奶油味这么重的香水？不是香水，是烟味儿。我爸很多年前也喜欢抽这个牌子的烟。烟味儿啊。哎，李延俊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哦，那个听你们队小张说啊，他是在和穆教授谈话的时候发病的。我们队接手案子之后，王队为了隔离所有有嫌疑的人，特地是从其他医院调过来医生接受治疗。不过目前还没有醒。还没醒啊？左哥找他有什么事儿吗？就是想问问他知不知道穆夏去哪儿了。穆教授。哎，小张。左哥，穆教授出事了。沈队让我问问你，方不方便回来？怎么回事？穆夏怎么被抓了呢？今天一大早，有人通过国外服务器给我发来了这段视频。那人找到了吗？对方显然是有备而来。我跟彪子分析过这段视频，这个房间根本就没有特殊的指向性，搜索范围太大，根本没有办法确定穆教授现在身处的位置。彪子在查穆教授的手机定位。从昨天晚上开始，他已经失联了，到现在已经12个小时了。到底是什么人在针对他？他怎么了？我们怀疑对方给穆夏注射了一种致幻类药物。这种药物过量注射会使人新陈代谢加快，心率过动，加速脱水过程。他很快就会有脱水症状。之后呢？之后会怎么样？疯狂，出现自残倾向或攻击倾向，产生大量的幻觉和妄想。等到过了一个情绪的极致之后，会开始出现抽搐、癫痫、口吐白沫、昏厥等生理特征。如果不想他死，就赶紧把东西交出来。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他会死吗？如果有外部能量摄入的话还好，但是他现在是在一个没有水没有粮的情况下，而且我们也没法估量对方到底给他注射了多少药物。一般来说，就算身体再好的人，在这种严重脱水的情况下，最多也就只能撑3天。现在已经快过去1天了，以穆夏现在的情况看，保守估计3天。查到手机定位没有？
快了，找到了。最后穆教授的位置在绿宝广场。不好意思，那你能把那个充电宝借我用一下吗？我拿给你吧。哦。富田惠梨香，是穆教授的手机。我们搜遍了整个大厦，只发现了这一部手机。我想，这应该是绑匪设下的圈套。这个绑匪的目的，应该就是他说的那个东西。那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他又是对谁说的呢？绑匪将视频放在公共区域，目的就是扩大范围传播。他要么就是公然挑衅我们警方，要么他在确保对方以这种形式能看到。所以绑匪很有可能没有固定目标。现在距离穆教授被绑已经过去20个小时了，大家抓紧时间。还有，好，你把手机送到痕检那边，看看能不能提取到什么。是。所有的兄弟姐妹都会全力以赴，一定把穆教授救回来。沈队，咱们能不能继续在网上和视频各端口搜索后续视频？按照您说的第2种情况的话，我估计后续肯定还会再有。好，彪子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你好，我是某家公司的1号，我不懂识破那些圈套，一不小心就往里跳。你好，我是某家公司的2号，我缺乏浪漫主义情调，有时说是简单就好。我知道我很低调，不爱炫耀，我不知道如何讲究，不但目的不会把手误，不爱和别人争吵，不争不闹，明明白白的糊里糊涂，跟随自己步调。耶，我是爱操心的摩羯，有点悲观但不缺热血，傲骨坚决。这样自恋好不好？你好，我是某家公司的代表，你会发现我非常可靠，虽然有点